简直不敢相信，一名还没断奶的小女孩竟敢主动靠近身高1米多的马匹，这对于成年人而言可能都存在风险。然而小女孩不仅没有丝毫惧怕，而且捡起地上的缰绳就牵引着马匹朝马厩的方向走去。神奇的是，期间马匹没有任何抗拒，甚至默契配合，一路尾随在小女孩身后。都说马匹是非常有灵性的动物，果不其然，看到逐渐长大的小女孩前来探望，马匹也不容迟疑朝着小女孩的方向走来。靠近的一瞬之间，马匹不由低下了头，而小女孩则不停抚摸着马匹的脸颊，他们相互尊重，以肢体动作表达着对彼此之间的情感。小女孩非常喜欢马匹，几乎有时间都会跑来看马匹一趟。看见马匹没水喝，小女孩赶紧就去找桶要接水给她喝。长久以来的相伴，他们的感情已经甚是亲人。有时小女孩也会主动递上一些嫩草喂给马匹，看着马匹吃得津津有味，小女孩也开心地发出笑声。马匹是非常有灵性的物种，不仅性情温顺，对待人类更是非常友好与真诚。它们除了不会说话，其实很多东西都懂。这头亚成年雄狮已经进入猎杀模式，此时此刻发起冲锋，便是朝着前方一群水牛狂奔而去。危险来临之际，所有水牛吓得慌忙逃窜，雄狮则挑选了牛群之中体型相对较小的水牛发动猛扑。不过水牛力大无穷，奋力摆动身体，瞬间就将背上的雄狮甩了下来。为防止水牛逃跑，雄狮竟立马将水牛大腿紧紧抱住。亚成年雄狮明显作战经验不足，去抱水牛大腿无疑犯了兵家大忌。果然下一秒就迎来牛蹄的无情踩踏。尽管每一脚水牛都使出了吃奶力气，可亚成年雄狮似乎拥有极强的抗击能力，仍旧死死抱住水牛的大腿，怎么都不放开，导致水牛束手无策，选择回头采用牛角展开反击。这场博弈不仅仅是耐力的比拼，更是生与死的较量。可多数与狮子硬刚的食草动物几乎难有胜算。好在生死攸关时刻，牛群突然杀了回来。亚成年雄狮或许也意识到自己寡不敌众，倘若继续逗留，有可能小命不保，索性迅速扭头拉开安全距离。见雄狮逃走，牛群顿时士气高涨，一窝蜂追上去，似乎想将雄狮抓来教训一顿的态势。殊不知附近狮群成员正快速跑来支援，狮群势如破竹，牛群成员无一不胆战心惊，而跑慢的水牛自然也就成了替罪羊，沦为了狮群的囊中物。猎狗太倒霉了，趴地上休息，竟被剧毒无比的黑曼巴一口咬中了大腿，这把猎狗吓得顿时一惊夺路而逃。殊不知猎狗也即将为此付出惨痛代价。正当跑出去几十米开外，猎狗突然就感觉一阵头晕目眩，然而猎狗并没有坐以待毙，为了缓解毒素蔓延，它选择前往水塘泡澡饮水。可当它爬到地面时，却明显头昏脑胀，仿佛就跟喝了假酒一样，屁股都坐不稳。随后一个踉跄起身，迈着艰难的步伐准备回归族群找同伴帮忙，可惜没走多远，猎狗就趴地上走不动了，嘴里嗷嗷大叫，看似非常痛苦。黑曼巴毒素恐怖如斯，别说猎狗扛不住，即便雄狮被咬一口，也是一头栽倒，浑身不由抽搐。果不其然，随着毒素席卷全身，猎狗嘴里瞬间就冒出大量唾液，猎狗浑身直抽抽，也不知道是否命太硬，直到晚上仍在疯狂挣扎。可惜没有二脚兽的血清，只能是等着凉凉。第二天被他们的同伴发现，直接分了。那么吃了中毒的同伴，猎狗群会团灭吗？长颈鹿实在太仗义了，看到犀牛被雄狮欺负，立刻就冲上前将雄狮叼起砸落在地，成功为犀牛解围。而大象遭遇雄狮偷袭，长颈鹿也同样是路见不平，随后一脚把雄狮踹飞出去。殊不知长颈鹿此举很快就招来杀身之祸，雄狮接连被破坏好事，怒不可遏，当即召集族群成员，势必给予长颈鹿一顿深刻的教训。狮群从四面八方奔袭而来，准备采取群体强攻，而长颈鹿已然知晓来者不善，疯狂加速，与一群狮子拉开危险距离。狮群则穷追猛赶，不依不饶，甚至在长颈鹿正前方提前进行埋伏。随着长颈鹿就位，狮子连忙跳起来，试图对最脆弱的脖子下手，岂料被长颈鹿瞬间撞飞，踩于脚下，直接踢成脑震荡。不过狮子是种非常记仇的动物，很快他们就盯上了小长颈鹿。好在先前帮助过的犀牛及时出手，才躲过了一劫。而长颈鹿就糟糕了，被两头雄狮围殴，幸亏关键时刻大象瞬间冲出，将雄狮撞飞10米开外。食草动物一家亲，长颈鹿最终因自己的善举躲过了这场灾难。一只刚出生的小角马被胡狼视为狩猎目标，胡狼小心翼翼逼近，便是要发动意想不到的攻击。好在小角马提前察觉，并害怕地朝妈妈身边靠拢。随着母角马回头发出警告，纵使胡狼心有不甘，此次狩猎也只能暂且作罢。虽然小角马躲过了胡狼的攻击，但猎狗这种机会主义者却是防不胜防。
只要发现食草动物的幼崽猎狗，定然不会错过。小角马十分害怕，在逃跑的路上几乎是拼尽了全力，可猎狗50公里的时速非常稳定，结果没有任何意外，短短时间内猎狗就追了上来，并顺势攻击大腿，将小角马撂倒。就当猎狗准备打包回家之时，附近母角马突然发动野蛮冲撞，冲杀过来，而猎狗则灵活闪躲，巧妙避开。眼看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走，猎狗心有不甘，随后再度展开冲锋，穷追不舍。所幸小角马并未跑远，紧张的气氛让小角马慌不择路，当场摔了一跤。猎狗见状，果断扑上去拿捏，没曾想母角马调转枪头，对准猎狗的嘴巴就是一记暴击。倒霉蛋猎狗偷鸡不成蚀把米，看来这下够他难受几天了。野犬的吞噬能力有多恐怖？一只100来斤的油猪鹏鹏被10几只野犬堵住去路，疯狂摩擦。倒霉的油猪一时间不知所措，极度恐慌，而野犬则不管不顾，从后面各个方位下手。原来油猪之所以落得这般田地，皆因咎由自取。就在不久前，油猪发现前方趴着一只野狗，便露出破绽，一瘸一拐凑上前去挑衅。见油猪腿脚不灵活，几只野狗立马来了兴致，准备进行抓捕。殊不知油猪装瘸腿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乐子。正当野狗靠近之际，油猪立刻弹射起步，扬长而去。野狗可不会轻易放过装杯的油猪，没多久就杀到油猪老巢抄家。眼看被堵住去路，命悬一线，油猪连忙冲出洞穴，打算逃之夭夭。显然这群野狗并不好糊弄，紧紧拽住油猪嘴巴，前后夹击。油猪吓坏了，顿时就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可惜油猪先前的所作所为已经将野狗群彻底激怒，对着局部疯狂施展掏缸之举，定是准备将油猪斩杀当场。狗海战术恐怖如斯，估计用不了半炷香的时间，油猪就会被彻底吞噬。面对野狗的独门绝学，别说是油猪，即便猎狗也无一例外，被野狗逮住也是同样下场，被掏得嗷嗷大叫。不得不说，野狗的吞噬能力简直强得可怕。油猪霸占水源，不给任何动物饮用。看到一旁野鹿蠢蠢欲动，油猪果断给予獠牙警告。然而野鹿似乎很是口渴，选择了再度靠近。岂料油猪蛮不讲理，扑面而来，发起试探性的攻击。碰上如此蛮横的油猪，野鹿无可奈何，只好悻悻离去。喝饱水的油猪精力旺盛，每天不是在装杯就是在装杯的路上。眼看10几只野狗朝着自己走来，油猪一反常态，非但没有丝毫惧怕，甚至提着一对大獠牙冲上去，就要给野狗一点颜色瞧瞧。油猪盛气凌人的态势，令一群野狗当场刮目相看。本想吃顿猪肉的野狗，或许对油猪的獠牙也有所忌惮，竟眼睁睁看着油猪装完杯后扬长而去。装杯上头的油猪简直一发不可收拾，径直走向秃鹳，打算再装一波。殊不知秃鹳也绝非省油的灯，靠近油猪之后，立马扇动翅膀展开吓唬。刹那间，几只油猪也被吓了一跳。得逞的秃鹳顿时上头，3番5次的挑衅吓唬油猪。懵逼的油猪一脸懵逼，没想到自己装杯一辈子，今天竟然被秃鹳出尽风头，狠狠装了一波。经历此事，估计以后油猪再也不敢在秃鹳面前装杯了。一群野马正在亡命狂奔，只因身后一只饿急眼的棕熊在奋力追杀。好在马匹的奔跑速度非常之快，这让棕熊即便腿都跑冒烟了，都无法追上。为了填饱肚子，棕熊也是没了办法，看到一只未成年的小野牛冲上去，就要将其抓住饱餐一顿。然而小野牛性情鲁莽，抬起牛角就朝棕熊持续逼近，似乎想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。殊不知示弱恰巧是棕熊的诱敌之策。或许碍于二脚兽从中作梗，棕熊竟一路吸引小野牛前来，直至小野牛踏入攻击范围，棕熊掠食者的本性瞬间暴露，当即趴在小野牛身后疯狂啃咬背部。小野牛意识到不是对手，连忙拔腿逃跑，可惜一切已经为时已晚。棕熊不依不饶，就跟狗皮膏药一样贴着小野牛。尽管小野牛皮糙肉厚，可被追着折腾几十分钟，小野牛即便铁打的也招架不住。果然随着体力逐渐消耗殆尽，没多久小野牛就被棕熊成功撂倒。棕熊聪明机智，硬是把未成年小野牛骗得团团转。看来这下棕熊可以美美的饱餐一顿了。这只羚羊的胆子实在太大了，眼看野犬就在前方，羚羊非但没有第一时间选择逃跑，反而朝着野犬方向径直冲去。碰上送上门的猎物，野犬岂会轻易错过，连忙拉近距离，咬住羚羊的大腿，火力全开。吃痛后，羚羊才逐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野犬出手向来狠辣，似咬着羚羊大腿，便是要让其丧失逃跑能力。羚羊嗷嗷大叫，痛苦不堪，一个劲儿的拼命挣扎，似乎想要摆脱野犬逃进水里。显然野犬并不会让他如愿，每当羚羊靠近水域，野犬就会使出全力进行拉拽。或许野犬也十分明白，一旦被羚羊逃入水里，那么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将化成泡影。毕竟水中还有埋伏已久的鳄鱼尚未露头。
导致双方在河边持续拉扯，久久僵持不下。不过羚羊的体型相对会比野犬大许多，而羚羊也正是占着这一点，才有机会从野犬口中逐渐退回水里。眼看羚羊即将从眼前逃脱，野犬也非常着急，可不论如何使劲拉拽，都无法将羚羊拖上岸。最终羚羊就这么靠着一身蛮力脱离犬口，逃出升天。不得不说，羚羊此番遭遇实在是太惊险了。这是拦路捕抓水鼠的精彩场面。当发现水塘边有只水鼠在认真吃草，拦路立即就进入狩猎状态，悄然无息地朝着水鼠靠近。作为啮齿类动物的水鼠警惕性极强，依仗远超于人类的听觉能力，感知周围高频声音。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拦路，将动作放慢，缓缓前行，以确保狩猎时万无一失，给予目标致命一击。可惜脚下刚窜出洞穴的水鼠成了替死鬼，使得真正目标洞察危险，提前逃之夭夭。拦路尖锐的会戳进水鼠脑壳里，无疑是致命的，导致水鼠没有过多挣扎就慢慢咽气。得逞后，拦路并没有第一时间将水鼠吃掉，而是叼着水鼠放入水里清洗。此举不仅是一种卫生饮食的表现，更主要能够洗掉水鼠表面的土腥味。可以看出，拦路吃东西也是非常讲究，直至洗了3遍，这才抬起脑袋将水鼠一点点送入腹中，以为先前逃跑的水鼠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实际上它就躲在拦路脚下的一处洞里。这让拦路很轻易便察觉，并果断用尖锐的喙持续戳向水鼠。显然大号的水鼠生命力似乎更加顽强，被3连击精准命中，竟还能反咬拦路一口，趁机逃脱。遗憾的是，还没等水鼠出去多远，又再度被拦路戳中眼睛，拎了起来。当然，这么大的水鼠，拦路并不敢贸然吞下。倘若水鼠还尚存一口气，那么吞下去之后有可能会遭到反噬。不过拦路十分的聪明机智，依旧使用先前的方法将水鼠丢入水里清洗，以此来试探水鼠是否还有气息。当再三确定水鼠已经没了任何反应，拦路也就毫不客气地将其一口吞下。我操！注意看，一只小猴子不知道从哪里捡来一个打火机，误以为是游客落下来的饮料，于是连忙递给猴妈，准备将其打开品尝一番。小猴子兴奋不已，跳到后面树上就等着喝饮料，而猴妈也赶紧上嘴直接开咬。透过猴妈的举动来看，仿佛早已迫不及待要将此物打开一饮而尽。殊不知猴妈很快就会为无知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见猴妈研究半天没有任何进展，幼崽也是猴急的。虽然猴妈不知道怎样才能拆开此物，不过远道而来的游客经常都带着饮料上来喝，尽管猴妈没有吃过猪肉，可好歹也是见过猪跑的。每天手持一瓶饮料上山的游客络绎不绝，这让猴妈也是记忆犹新。于是照着游客开瓶盖的方法进行尝试，猴妈似乎认准一点，只要打开瓶盖就能喝到里面的饮料。果然在牙齿的加持下，短短时间猴妈就拆开了瓶盖，瞬间开心的就要把饮料倒入嘴里。遗憾的是，里面却是滴水未出。经猴妈仔细打量，饮料只剩最后一道防线，也意味着距离喝到饮料仅隔一步之遥。可猴妈龇牙咧嘴咬了半天，却都以失败收场。这把猴妈着急的当即就将打火机反过来，抱着大力出奇迹的想法使劲啃咬，结果下一秒他们心心念念的饮料瞬间砰的一声当场炸开。有了这次经历，估计猴妈以后再也不敢喝饮料了。倒霉的油猪鹏鹏刚出洞穴就不幸被花豹擒住了，为了活命，油猪正奋力往洞穴方向撤退。只要被油猪逃回洞里，那么花豹的此次狩猎也就宣告了失败。毕竟油猪尖锐的獠牙杀伤力十足，一旦摆脱束缚，就会死守洞口，让花豹无机可乘。对此，花豹不敢掉以轻心，咬住油猪的面门，就是卯足力气往洞外拉拽。这也使得油猪即便用出洪荒之力，也都难以摆脱花豹的束缚。两者在洞口周旋了半天，结果油猪逐渐有些体力不支，被花豹趁虚而入，一口狠狠从巢穴里拽了出来。油猪不甘坐以待毙，立即释放神龙摆尾，企图将花豹甩开。岂料花豹趴在他的身上，如同一块狗皮膏药，怎么都挥之不去。这把油猪急的在原地连续转了10几圈都没消停，直至逐渐体力不支，才被花豹一记过肩摔，当场撂倒。这把花豹累的也是上气不接下气，很快听到咔咔声，花豹就知道有人在拍照，于是赶紧抱着油猪转头让摄影师给他拍的帅气一些。然而油猪此刻命悬一线，可没心情陪花豹整这玩意儿，使出吃奶力气就准备逃出花豹的魔爪。殊不知花豹招式五花八门，随即一个抱抱就挂在油猪的脖子上，玩起了花式锁喉。油猪慌的一批，想打又打不过，论跑又跑不赢。而更加棘手的是，此刻花豹的爪子已经将油猪翻出了白眼，只个0.5厘米的距离就能够到油猪的眼睛。这把爱装杯的油猪吓得顿时连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花豹把控不好距离，瞬间让自己秒变瞎子。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厄运专挑苦命住。话说有打工豹的地方就有猎老二的存在，不论花豹身处何方，
猎狗就像装了定位一样，总能在关键时刻找到具体位置。果然，正当油猪几乎绝望的时候，猎狗出现了。猎狗看到油猪比看到自己老婆都还要高兴，毫不犹豫冲上去就将油猪的皮裤扯了下来。露出白花花大腿的油猪被吓得一脸不知所措。只要猎狗靠近上来，油猪就吓得不停地闪躲。猎狗也不管油猪乐不乐意，生拉硬拽就要拖着油猪回去掏心掏肺谈心里话。看来这下油猪是彻底回不去了。若非视频拍下，真是万万不敢相信，带着2只幼崽的驼鹿妈妈竟冒着生命危险拦下了过往的车辆。见车辆试图从缝隙驶离，驼鹿妈妈连忙又堵到面前。驼鹿异常的举动令司机大哥很是纳闷。都说生灵拦路必有缘故，不是报恩就是求助，难不成驼鹿妈妈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见驼鹿妈妈堵在马路中央，露出异样的神情，像是要带着大哥去往某个地方。司机大哥心领神会，便由着驼鹿妈妈带路，直至到了一处河边，司机大哥才明白了一切，原来是他的幼崽不慎落水，被石头卡住了蹄子。为帮助小鹿脱困，大哥赶紧靠近上去，尝试把小鹿卡住的蹄子取出来。可小鹿蹄子陷得太深，不论大哥如何变换角度尝试，都无法救出小鹿。为了防止遭受不必要的损伤，大哥联系了几个朋友前来帮忙。果然人多力量大，在众人协力配合下，小鹿终于成功被解救了出来。而河水长时间的浸泡导致了小鹿严重失温，暂时无法自己走路，加上路段崎岖不平，几位大哥唯有抱着几十斤重的小鹿接力送回草坪上。得救的小鹿处在原地，久久不愿离去，像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感谢着几位大哥的救命之恩。万物皆有灵，草木亦有心，但小鹿是属于大自然的，它也是时候该回到妈妈的身边了。救鹿一命，功德3000，愿小鹿往后能够平平安安，也祝所有好心人一生平安。10几只猎狗趁狮王不在家，一窝蜂杀过来偷袭母狮。常年饱受狮群欺压的猎狗怒不可遏，一旦偷袭成功，便会毫不客气给予对方教训，或直接将其嘎掉当成猎物。而有些侥幸躲过一劫，也可能落得半身不遂的下场。这也导致猎狗群时常遭到狮群打压报复。雄狮联盟全体出动，便是要铲除猎狗这颗眼中钉。倒霉蛋猎狗还没察觉危险的来临，就被雄狮扑倒，直接锁喉。对于这种天天吃腐肉、满身臭味的猎狗，雄狮根本提不起任何食欲，基本都是当场将其斩杀，就快速扬长而去。虽说猎狗通常占着数量优势，横行无忌，但雄狮每天巡视领地，也不单是为了防止入侵者的到来，有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将猎狗这个最大的竞争者斩草除根。但凡被雄狮逮住的猎狗，都会被做上一次嘎脊椎治疗，更别说年纪尚浅的猎小宝了。只要腿脚跑得不够麻利，结局就是当场被送去见他太奶。雄狮的存在完全就是猎狗的噩梦。我操！电鳗的威力究竟有多可怕？老虎前去河边喝水，被电鳗电了一下，瞬间躺地上嗷嗷大叫。贪吃的猎狗看见电鳗，以为是什么美食，结果被电一下，直接倒地不起。电鳗的威力恐怖如斯，能够瞬间释放几百伏的电压。不信邪的美洲豹还想拿捏电鳗，不料一口下去，电鳗立即释放高压电，这把美洲豹吓得一激灵退出3米开外。幸亏跑得快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美利坚一只鱼才进缸里，结果仅不到2秒，这条鱼便瞬间被电得一动不动。倒霉的鳄鱼以为逮住电鳗就可以饱餐一顿，结果下口的刹那，浑身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。短短几秒时间，鳄鱼就被电晕过去，失去了知觉。更倒霉的则是这只癞蛤蟆，下水1秒不到，4条腿瞬间就直了。癞蛤蟆做梦都不会想到，自己这辈子竟然会以此等特殊的姿势在水中活动，全程没有多余的动作，只感觉浑身麻痹，无比僵硬。即便电鳗停止10多秒不放电，癞蛤蟆也难以缓过神。真没想到电鳗的威力竟如此可怕。这头水牛实在太不幸了，被野狗群团团包围，视为了狩猎对象。几十只野狗堵在他身后，不断施展掏缸之举。如此猛烈的攻势，非一般动物所能承受。吃痛之际，兴许早就拼命逃跑了。可出奇的是，水牛并没有用犄角展开反击，更没有想要逃跑的打算，反而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任由野狗掏缸。透过肚子下面挂个大大的肉球，能够看出水牛早就病入膏肓，加之行动迟缓，没有野狗灵活性强，导致跑也跑不赢，牛角也无法触及对方，只能沦为野狗群砧板上的肉。野狗群分工明确，一部分负责给水牛掏缸，另一部分则专门攻击水牛肚子下面的肉球。面对疯狂的双重打击，水牛嘴巴虽惨叫连连，而身体却始终勉力支撑着，不让自己倒下。但不论怎么苦苦挣扎，也已然成了强弩之末。随着4只慢慢出现瘫软的迹象，仿佛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见此情形，野狗的攻势更是愈演愈烈。
恨不得将水牛撂倒，尽快吃到肚子里最为柔软的内脏。尽管水牛心有不甘，誓死抵抗，可惜一切的挣扎都显得苍白无力。随着体力逐渐消耗殆尽，身体也失去招架，当场瘫倒了下去。倒霉的水牛无力回天，只能是沦为野狗群的囊中物。我操！招惹大猩猩的后果有多严重？贪吃的花豹看见小猩猩就想抓来狠戳一顿，没想到大猩猩发现后立马冲过来，拽住花豹就是当场一个过肩摔。被揍的花豹很不服气，居然跳到大猩猩的后背搞起了偷袭。结果大猩猩的怒火彻底被点燃，锁住花豹就是狠狠手里干，随后揪住花豹的尾巴使劲甩飞了出去。倒霉的花豹直接就被摔成了残疾豹。嚣张的雄狮还以为大猩猩好拿捏，再次对小猩猩发动了偷袭。不料大猩猩远比雄狮想象的要可怕许多，不断抡起沙包大的拳头疯狂猛砸，这把雄狮锤的是脑袋一阵嗡嗡作响。眼看不是对手，雄狮还想拔腿就跑，结果被大猩猩硬拉回来又收拾了一遍。大猩猩的实力真是强的可怕，动物园里的雄狮一样是被大猩猩锤的没有一点脾气，不论是水里的皮鞋鳄鱼还是战力爆表的老虎，只要是小猩猩被欺负了，森林之王来了，大猩猩也是照锤不误，利用灵活的四肢配合强壮的身体把老虎收拾得服服帖帖。三头狮子试图爬往树上将未成年的2只小花豹杀死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竟会让狮子如此残忍，连弱小的生命都不愿放过？原来不久前，三头狮子来到了花豹老巢附近狩猎，考虑到幼崽的周全，花豹妈妈选择冒险前去引开狮子，哪曾想狮子没引开不说，反被团团包围。狮子跃跃欲试，不断上前攻击，便是要寻找机会对花豹的脖子进行锁喉。然而本能的求生欲驱使着花豹奋力挥舞爪子阻止狮子靠近，可惜不论体型或力量上，花豹都处于劣势，仿佛随便一头狮子它都不是对手，何况现场还有2头雄狮坐镇，这完全就是妥妥的降维打击。但为了家中嗷嗷待哺的幼崽，花豹也是拼尽全力给予狮子反击，只有这样花豹才有一丝逃生的希望。毕竟弱肉强食的环境下根本不存在任何怜悯，有的只是拳脚比拼，适者生存。明显面对3头狮子强势碾压，花豹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。双方作为势不两立的竞争关系，教训或杀死对方是狮子的必然手段，特别花豹饥饿时还会狩猎小狮子，这也使得花豹即便被揍得嗷嗷大叫，狮子都没有罢手的打算。而花豹越是反击，狮子的攻势则越发猛烈，仅是短短时间，花豹就被轮番暴揍奄奄一息。狮子也不吃花豹，直接就是丢在一边，让其他动物来清理。随后将目光锁定在树上2只小花豹身上。小花豹出生至今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，被吓得瞬间从树上掉下来，而狮子也不墨迹，抓来就是锁喉，将小花豹送去了另一个世界。好在狮子没有对最后一只小花豹赶尽杀绝，否则这将会是一桩灭门惨案。